我布局霸国房产，开启撒币计划，打掉基金会的契机到来。你来做什么？这里是鹰银集团高层的会议，闲杂人等出去。鹰银集团在您老人家的带领下，市值成功从8000亿一度突破了3000亿大关，实现了反向增长。我是不是该称赞一下您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啊？不关你的事，孙家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在我父亲决定为30护盘之前，我以个人的名义向银行借了一笔钱，做了沽空操作。在还完银行的账之后，这笔钱还剩下1000亿。有了这1000亿，足以让鹰银集团度过这次难关了。明月，原来你是为了帮助鹰银集团而来的，你早说嘛！来，坐爸爸身边这个位置。爸，我坐这个位置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只要你帮助公司度过这次难关，以后咱们公司副总裁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您的位置是不是该让出来交给我坐？想要用这1000亿度过难关，孙家家主的位置，还有鹰银集团社长的位置，都要交由我来做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孙明月，我是不会把孙家交给你一个女人来管的。爸，你还以为你儿子能接手这个公司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老爷不好了，少爷他不见了。什么？孙明月，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坐下。放心，你儿子活得好好的，他可是你这辈子的希望，你也不想他有事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亲爱的父亲大人应该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吧？一招错，满盘皆输啊！明月，你没跟错人，三阶是个能创造奇迹的狠人。我再问一次，鹰银集团社长和孙家家主的位置由我来当，这次公司的危机由我来帮忙度过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社长好，家主好。等所有人都走了，孙明月俯瞰鹰都万家灯火。动手吧，让他亲眼看到自己儿子死在他怀里，之后再把他送进疯人院，让他安享晚年，别留下破绽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30的股价已经跌至谷底。有人跳楼了，都是借钱炒股害的。咱们的经济真的还能再好起来吗？我怎么感觉会越来越差？不会的，要相信樱花国，相信地主，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话音落下，又一人倾家荡产的跳了下来，赫然正是30总裁野原真太郎。妈，那个是30总裁。完了，樱花国的经济彻底完了。林阳，早餐给我多加个鸡腿。1个多月的樱花大战结束，3金凯旋归国。商家这次是彻底完蛋了，据说又欠了天泉星1万多亿。看来天泉星也是我的散财童子啊。银行那边也恢复了咱们的账户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2008年，霸国次贷危机到来，这让霸国11年都没恢复到08年之前的经济增长速度。三金有个情报，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你自己判断。说吧。基金会的第一主神所罗门已经决定正式与你对决，原因是基金会起了内讧，你们2人之间恐怕必须有一方毁灭，这个矛盾才能解除。不用他来找我，我也要搞他和霸国了。那可是财富之神，目前乐观的估计，其资产可能超过20万亿霸国币。你确定要搞他和霸国？没错，我打算出手干一票大的，这一票做得好的话，肯定能重创基金会；运气好，可能连着霸国的国运和基金会一起打掉，让大夏有超过20年的安全发展时间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做空霸国房地产。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华尔街有一句话叫做霸国的房子比天上的陨石还要坚硬，房地产泡沫在霸国不能破，霸国官方也不会让它破，它要是破了，将引发霸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。你所谓的情报也都是人为造出来的，不是什么真理。我问你，霸国房地产存在泡沫，而且泡沫非常大，你承认吧？我承认。那我告诉你，是泡沫就一定会破，换句话就是债务危机不可避免，哪怕强如霸国，也绝无可能改变债务周期。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规律，甚至可以夸张点说，这是万物运行的天道，不可违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不过霸国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国际货币，只要出现任何损失，他只需要疯狂的印刷钞票，让霸国币稍稍贬值，就能把损失弥补回来，把风险转嫁给全世界。这种情况下，霸国就是想完蛋都拿啊！可如果风险达到了全世界都承受不了的地步，谁还敢为霸国的损失买单？全世界的国家都将主动跟霸国币脱钩，以规避金融风险，而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大夏币就有机会取而代之。可是市场上并不存在做空霸国房地产的金融产品啊！你的做空，撑死也就是针对某些房企或者持股房地产的银行，这对于整个霸国房地产恐怕没有多大的影响吧？我可以让霸国的中央银行专门为我做一款金融工具，一款用于做空霸国房地产的金融工具，然后我再把它买下来。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隔天，3金在霸国开始了撒币行动。我想请咱们银行为我量身定制一款信用违约掉期产品 CDS。霸国的银行为了快速回笼资金，会把多个房贷欠条打包成一种 MBS 的债券，出售给投资者。一般而言，买这种债券的都是霸国的顶级投行。银行向贷款人贷款，拿到贷款人的欠条后打包成 MBS 卖给投行，投行给银行现金保证，银行得以继续向外贷款，这就形成了一种资金循环。而银行为了业绩增长，降低贷款门槛，将贷款发给了信用评级低、偿还能力有限的低收入人群，这就是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
由来，三金定制的 CDS 其实是一款保险。如果 MBS 稳定，三金就要向银行支付高额的保险费；如果 MBS 贬值，那么银行就必须给三金进行高额赔付。居然还有傻子来主动送钱，赌霸国房地产会跌，米斯特成功洗您，我们决定为您定制推出 CDS 这款保险产品。好，我要在贵行购买价值大下币1万亿的 CDS。出手这么阔绰，上赶着送钱的傻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这就去帮您搞定一切。面对三金的撒币，没有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可以拒绝这只送上门的肥羊。三金先生，这是价值1万亿的 CDS 产品合同，您再过目一遍。米斯特陈，您选择在我们投行购买1万亿的 CDS 绝对是明智的选择。我们高盛最讲究的就是2个字：诚信。一天的时间，三金在这些机构狂撒了10万亿大下币。三金先生，要不您潜规则一下我吧？您不潜一下，这提成我拿着不踏实。潜规则就算了，提醒你一下，把赚到的佣金想办法兑换成黄金，或者现金放在自己家里。除了刚需的住房外，不要购置任何房产，也不要投入到股市、期货等任何金融领域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霸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海啸，足以让整个金融界都为之陪葬。届时股市、期货市场崩盘，房价暴跌，连你存钱的银行都会破产倒闭，兑换不出你存的钱。啊，那除了我之外的其他普通人该怎么办？他们能做什么？等死！你们的天塌了，我们的天就要亮喽。三金的撒币行动很快就传到了所罗门耳中。三金最近的动作很诡异，他让霸国的最高级官方银行创造了一款做空房地产的金融工具，然后把自己几乎所有的身家全部投了进去。现在，包括霸国中央银行、高盛、雷曼兄弟等绝大多数的霸国顶级金融机构都跟三金达成了对赌协议。主神大人，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房地产是什么情况？房贷违约率有所上升，但是在可控范围内。不过现在霸国的通胀已经高得离谱了，导致了房贷浮动利率上涨的厉害。我担心这会导致房贷违约率进一步上涨，从而导致连锁效应。不需要担心，全世界最顶级的富豪都会来霸国置办房产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房地产真的要崩盘了，我也有自信能拖到 CDS 到期，把三金拖死之后再让它崩。到时候大联储随便放水，印钞票就能把风险转嫁给全世界了。我们有什么好怕的？所罗门大人不好了，三金正在满世界的宣传霸国房产崩溃论，还高调的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自己10万亿做空霸国房地产的合同。什么？证监会那边怎么说？这是不是涉嫌违规了 ？CDS 是保险产品，根本不涉及股市。三金这样做，证监会管不着。但是他这个举动，让房地产领域所有公司的股价都瞬间暴跌了30%。我怕什么？我怕断供潮会大规模出现，导致次贷风险加大。你这次未免也太高调了点吧！我还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大空头在做空前还通知对手的。我不通知，基金会就不知道了吗？的确，10万亿的天价做空资金根本瞒不住一点。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的确有个很麻烦的任务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。你先说是什么任务，我评估一下。去基金会的大本营建立情报网，我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楚包括雷曼兄弟、房地美、高盛等这些最顶级投资银行的业务与财务状况，并给出实时的情报信息，便于我后续的布局。任务难度的确很大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尽量，但不能100%打包票。好，无论如何，这件事要在1个月之内完成。情报费用没有上限。挂断电话，三金打给林阳，账上还有多少钱？3万亿，这是公司所有的资金了，全部抽调出来。金总，咱们是要做空霸国房地产板块吗？那是长远的目标，不是今天的目标。那今天是？今天我们做多。老板不是高调的宣布10万亿购买 CDS 产品，要做空霸国房地产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反手做多？先抽到个几百亿做空，余下的钱逐渐进行做多操作。这次是房地产板块最后的狂欢了。